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岛来了。露营的风行带来了很多跨领域产品，颠覆了以往的传统方式。新一代的充气技术也带到了户外界，用气柱代替支撑，带来更多的方便和舒适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开箱一款 TC 科技棉布的充气帐篷。 据说搭建只要15分钟，想简单轻松的朋友可以跳过架支撑杆的步骤，直接充气就可以搞定，特别适合新手和懒人玩家。这款酷迪的充气帐篷有7平方米的超大空间，整个还包含了配件及天幕，全在这里。体积这样都包含的话，算还好。重量大约是35公斤，我一个人，哇，勉强拎不太动。 但因为它主体是混纺的科技棉木，是舒适耐用的，也有人拿它来当车尾帐篷，紧邻汽车使用。这个等我玩熟了再来试一下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那我们来开箱吧。超大收纳袋，这个是地布和帐篷一体的充气泵，搭建出来是这样的小屋造型。这块应该是天幕，地钉。这个是防雨外帐，地布朝下摊开。 上面有压力指示棒，这样打倒也蛮好玩的。不过要打，可能我这种弱小女子可能要打很久。还好我要带一个无线的自动充气泵，想要更轻松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。它很小巧哦，看哦，就是一个全卷大饭盒的大小，功能还很强。好的，卡住了，它是可以进气和出气的。 很方便，收帐篷也很容易呀。哎，这里有个提把。哎，它这个屏幕怎么拍不出来？这边可以做1、2、3个设定，就是你可以设置它的压力泵。然后我现在是设定的是2 7.45，1我设定的是比较小的，充床垫的。帐篷的影片对大家来说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是刚需，不能没有，而且又是最贵的，款式有很多，所以我尽量讲仔细一些。它现在是自动减速再充了，充到我设定的 PSI 指数之后就会自动停止，不用管了，还蛮轻松的。快好了，我设定的是7.45，现在是6.37，目前是6分半钟左右。哇，停了，停了。 自动停了，哦，时间，嘿，8分半左右，哇，哇，好硬啊！气充好就是一个自立帐啦，可以调整位置。这棉布材质很舒服啊，还记得上次说的吗？站板上只能用这种鱼骨钉，像这样卡住，用弹簧旋转，就这样固定住。 现在4边都固定住了。好啦，这就是一个春日小屋帐篷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侧边的这个窗是可以打开，或者是这样支撑起来当一个小天幕。OK， 这是这样一个4面通风的小屋，进去看一下吧。很宽敞明亮。 地布和帐篷一体真的很好哎，防虫防渗透，而且是特别厚实的布料，看用料真的很扎实啊。看这个气柱，哦，好坚挺啊，牢固，抗风级别很高吧？好漂亮啊！方方正正的小屋很温馨哦。这边是可以安装空调的进出口，顶上有2个天窗 TPU 的。 这边有个烟囱出口，这里有根绳可以挂衣服，气柱中间这个环可以挂灯，前面这个大门窗可以打开，全部拆下来的，哇，更亮了，相当的通透。这3边的门都可以进出的，这个是大门窗，可以全拆下来啊。 因为这一块可以拓展一个天幕出去接前厅的收纳袋是一定有的啦。TC 科技棉布的特点，这里来说明一下。首先是它的透气性，天然的棉和合成的纤维混纺，具有良好的透气性，能有效减少帐篷的反潮现象。再就是它很舒服，因为它的面料比较厚，摸起来是这种有点，你看这种
绒绒的感觉，它的遮光和隔热保温效果比较好。帐篷内部呢就会比较干燥和舒适。再就是它的防水性 ，TC 棉布长时间浸湿是会部分吸水的，所以帐篷的造型呢要特别注意加强排水效率。还有它的防泼水加工来增加它的防水性，这个后面配件我会来说明。重量那是相对较重的，不适合轻装露营和徒步旅行。非常耐用，特别适合长时间在户外生活的露营者，但需要做干燥保养和维护。这款充气帐篷的科技棉布虽然有做防泼水加工，但是不建议长时间淋雨的，所以它针对雨天有专门的帐篷防雨罩配件。好了，现在把这个屋顶外帐披上去，是有黑胶涂层的，完全贴合屋型的外帐，防雨防晒，自带的天幕还挺大的呢。我们把它连接上去吧，也是黑胶防晒的哦，还挺顺滑的。哦，就这样撑起来呀，上杆。衔接天幕的这个连接线是弧形的，可以帮助排水。就这样变成一房一厅的构架啦。去里面布置一下，内部有2米高，可以直立行走。加了一个双人床垫，还是有这么大的空间。支撑的这个气柱比我想象中小，没有占到什么空间。哇，好温馨呀！下大雨了！哇，风好大呀！牢固，靠风级别很高吧？昨晚外面有点恐怖哦，蓝色警报了都，打雷闪电、狂风暴雨，它非常的坚挺，是的，听到雨声哗啦哗啦哗啦下面流下来，但待在帐篷里面却感觉非常的安心。我昨晚其实睡得还挺好的，昨晚又下雨啦。科技棉确实不怎么反潮，很干燥。对了，还有更舒适的全套升级玩法，专用的天幕厅、纱网门窗及透明的 TPU 门窗，让你在夏日不怕蚊虫侵扰，冬天不惧风寒伤津，露营体验更愉悦。一拔开自动泄气，好快，气一下就放掉了，就这样扁扁的，可以装袋咯。哇哦，充气帐篷真的超方便的，科技进步让露营也变得更轻松啦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